多响亮！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我是莹莹。老实说啦，除了这个农历新年呢，我本人最喜欢的节日呢就是圣诞节了。But 其实我不是基督徒哦，我就是纯粹呢很喜欢圣诞节的这个气氛，因为呢圣诞节的这个气氛啊，就是非常的温馨嘛，而且又充满了仪式感，所以呢现在呢有很多非基督徒呢也都很认真的在过圣诞节哦。不过呢，我又想要问问非基督徒的朋友哦，这么多年以来啊，你也跟大家一起在凑热闹啊，过圣诞啊 ，But 你到底知不知道圣诞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节日呢？首先出现你脑海里的是圣诞老人还是耶稣呢？那今天这一集呢是特别为非基督徒所制作的哦，为了让不太有机会可以好好了解圣诞节的朋友呢，可以有一个概念，还有补充，对我们来说呢是相对冷的这个知识，并不是学术研究。所以呢，如果在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朋友啊看了之后啊，觉得说这里讲的不够精准，或者是那边要补充的话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帮我们补充哦。好，来到圣诞节这个节日，就是基督教徒们的大日子啊。每年的12月25日呢，教堂呢都会在午夜12点办大型的弥撒。那圣诞节的英文叫做 Christmas 嘛，那是2个字组成的，就是 Chris， 也就是基督，还有 Mass， 也就是弥撒的意思。意思呢，就是为基督办的大型宗教仪式。而中文名字方面呢，就更加直接啦，就叫做圣诞节，就是圣人诞生的节日，不是圣诞老人诞生的节日啊。毕竟呢，这个弥撒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诞辰而办的嘛，所以呢，弥撒呢都会在午夜进行，是在所有重要的弥撒当中呢，唯一在夜里进行的哦。因为呢，耶稣是在夜里诞生的嘛。但是呢，会在12月25日庆祝耶稣生日，其实并不代表这一天就是他的生日哦。那我们哈莱德呢，在做了一番的资料搜索之后，才发现了，我们一直以为圣诞节呢就是耶稣的生日嘛，对不对？但是很大可能性并不是哦。对外人的我们来讲呢，这个发现就特别的有趣，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了这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先说明一下，我们知道呢，在中文世界里头呢，有一些人是不接受圣诞节这个名字的哦。像在台湾呢，他们都会叫耶诞节。蒋介石在位的时候呢，他就正式把圣诞节称为耶诞节，因为呢，中华文化里的圣人是圣先师孔子，还有亚圣孟子嘛。那因为呢，担心叫圣诞节呢，就会让人混淆觉得是这个孔子或者是孟子的诞生，所以呢，就改为耶诞节，耶稣诞辰。但是呢，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们都会使用在马来西亚普及的节日名称圣诞节哦。来，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呢？我们会说圣诞节可能不是耶稣降生的正日呢？线索1，圣经。基督教的一切呢，都是以圣经记载为准的，所以呢，如果要知道准确的日期应该是翻一翻这一个圣经就有了嘛，对不对？几月几号这样子但是呢，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各个版本的圣经的记录呢，篇幅都不一样，但是呢，却偏偏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嘞？就是都没有注明日期。不单如此就连耶稣降生时的这个季节啦，或者是靠近什么样子的时节啦，等等等等都没有写明哦。所以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呢耶稣降生的日期的。不过呢，话说回来因为呢圣经中呢，就算有注明日期的事情呢，也未必是清楚的哦。因为呢圣经里头记录月份的方式前后有不统一的情况，而且呢比较久远的旧约中有记录的日期呢，后来呢却在新约版本当中没有写上，所以呢有时候确实会让人很混淆。再说圣经当中所用的日期呢，都是犹太历，是根据月亮算计的阴历，要换算成我们现在用的公历确实是蛮难可以有准确的一个固定的纪念日的。所以呢，有人呢就根据这个圣经里面呢耶稣降生时的这个情景的描述呢，自己去推断出可能的日期。结果呢，反倒进一步就否定了12月25日是圣诞日的这一个说法哦。线索2，牧羊人。
圣经说啊，耶稣是在犹地亚的这个伯利恒城降生的，也就是呢现在被划为以色列境内耶路撒冷以南的巴勒斯坦小镇。见证人呢是一群在附近放羊的这个牧羊人。但是其实呢这个地方啊，12月的平均温度呢是8度左右，冬季呢冷起来是会下雪的哦。那在2000多年前呢，其实啊在夜里放羊呢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 ，but在冬季的时候呢，牧羊人的作息啊一般都会改变，所以呢，他们并不会在冷风嗖嗖的这个野外去放羊，更不要说啊是放羊的过程当中还要露宿过夜了。可是呢，圣经里面写耶稣是在深夜里降生的哦。那如果说是在12月，那又是这么冷的天气，那应该就不会有一群牧羊人见到他啦，对不对？所以呢，在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科技的帮忙做考究，就有天文学家相信啊，耶稣其实是夏天宝宝。Summer Baby。 线索3，圣诞星。圣经里面呢就记载啊，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呢，有3位我要讲江湖术士不啦？你是五行缺五行啊？五行缺五行。有3位占星术士在西方的天空呢，看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升起。他们相信啊，那是圣人降生的一个预兆。那这颗星呢，就被称为伯利恒之星或圣诞星。后人呢，对于这一颗圣诞星呢，有很多的说法。有人就说呢是彗星，有人说呢可能是流星。但是呢，根据圣经啊，这一颗圣诞星呢，并不是一闪而过的，而是在升起之后，成为天空里比任何星星都亮的新星。那天文学家呢就推断，那可能是金星和木星合相的天文现象哦。因为啊，根据现代的天文软件计算，在公元前3年呢，有一次金星和木星合相时，位置呢刚好就跟狮子座重叠了。那当时呢，金星、木星和狮子座交融发出的这个光芒啊，就像是一个超级亮的星星。估计呢，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整个中东地区呢都可以看得见哦。所以呢，专家就认为啊，那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指的圣诞星了。但是计算出来的日期是公元前3年的8月12日哦。有没有发现？不是12月25日。那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又开始好奇了？你们不是讲耶稣呢是在公元前3年出生的吗？可是我们的公元计算法不是以耶稣降生年份开始算起的咩？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公元元年咩？那到底是怎样的嘞？除了耶稣的这个生日日期啊，充满了争议，他的降生年份呢，也因为公元制度呢而被世人误会哦。这一部分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说明。虽然呢各种研究啊都无法确定耶稣真正的生日，但是呢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来证明这12月25日不太可能是正日。那么把12月25日定为圣诞日是怎么来的嘞？谁开始的嘞？这么会这样的嘞？推断1，受难日。其实啊，最早期呢，教会呢是都没有庆祝圣诞节的，但是呢，肯定会为耶稣受难日进行慎重的仪式。现在呢，被外人视为是基督徒最为重要节日的这一个圣诞节呢，是一直到公元300年后的记录里才开始出现的哦。也许呢，就是因为啊，圣经呢相当明确的记载了耶稣的受难日，也就是3月25日的春分日左右。那其实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就有一个信念。伟人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会在同一天的哦，所以呢，在传统观念当中啊，母亲受孕的那一天就是生命的开始。那耶稣是伟人嘛，那么圣经里面呢记录的耶稣受难日是在3月25日，那就表示他的生命呢也是在3月25日开始的。那从这一天受孕开始算起的话，怀胎9个月之后的这个降生日就应该是12月25日啦。于是呢，圣诞节就定在12月25日喽。可是呢，也有人说啊，这个决定啊，其实是跟冬至有关才对。推断2，庆冬至。冬至呢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在这一天之后呢，日与夜的时数呢开始对调，白天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长，黑夜就会开始变短。基督徒呢就将这个现象呢解释为光明开始走入人间。这个概念呢，就跟基督降临人间呢，带来希望的概念呢，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呢，教会呢就把冬至过后的12月25日定为庆贺基督降生的盛大日子。不过呢，有人就因此推断这个选择其实是依随民俗风情的。推断3，跟民俗。12月25日庆祝冬至呢，其实是罗马人的传统，也同时呢会庆祝波斯宗教太阳神密特拉的诞辰日。
拜偶像的这个太阳神信徒呢，都非常重视这一天的哦。他们每一年啊，到这一天呢，都会疯狂的庆祝。教会呢，为了适应人民的风俗习惯呢，就决定把基督信仰和民俗结合起来。同时呢，教会呢也认为啊，这个日期呢，在民间的文化传统当中是个好日子嘛，所以呢，就把民俗节日当作是基督的诞辰了。不过呢，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哦，说啊是教会呢想要对民俗庆典放肆失控的庆贺方式做出这个正面的影响，于是呢就以庆祝耶稣降生为由，选择在这一天进行神圣的大型弥撒。而这一些推断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圣诞节是教徒自行推算出来的庆典，甚至是民俗节庆的转型。这也就导致了部分基督徒其实是不庆祝圣诞节的。其实啊，这个世界上呢，共有5组教会流派呢是不庆祝这个圣诞节的哦。就比如说是这些。这些教徒认为啊，圣诞节呢是民俗信仰的人造节日，并不是真正的基督纪念日。他们觉得呢，圣经当中啊，既然没有强调呢，就不应该以宗教之名庆祝。在他们的解读当中呢，圣经之所以啊没有清楚记录耶稣的生日，就是不要教徒庆祝他的生日。但是呢，圣经当中却清楚吩咐信徒要记得他的死亡，所以呢，受难日和复活日应该才是重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的这个基督教徒呢，则是选择不在12月庆祝圣诞节的哦。是哦，那哪一天呢？1月7日庆祝圣诞节。比如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他们的圣诞节呢是在1月7日。这些呢就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圣诞节的意义哦，而是因为啊，基督教当中的这个东正教，他们依然是使用儒略历，哇，好难哦，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为他们的宗教日历。儒略历呢是当今世界标准日历格里历 Georgia Calendar 的前身。两者之间呢是有差别的，于是呢就造就了在不同的日期庆祝圣诞节的这个现象啦。那说到了这个日历造成的差异啊，刚刚我们就有讲到啊，要顺道跟你说说耶稣生日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公历所造成的影响，公元纪年跟耶稣的关系。在西方世界开始用公元纪年之前呢，用的是戴克里先纪年。戴克里先是谁呢？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在位的时候啊，对这个基督教徒呢展开了这个迫害和这个屠杀，是非常害人的。5世纪期间呢，就有一名罗马的僧侣伊西格斯，他在计算教会的日历的时候呢，就决定啊舍弃了用戴克里先纪年的这个传统，而以耶稣降生的年份来计算。根据他的算法呢，耶稣的降生年份呢，距离当时是525年，而他就把那一年定为公元525年。关于他这个举动的背后呢，有什么原因呢？是有2个说法的哦。第一种说法就是他不喜欢人们时时刻刻提起迫害基督徒的这个戴克里先皇帝。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要消除世界末日的迷信。为什么嘞？因为啊，当时啊，就有人相信世界呢会在耶稣降生之后的500年灭绝的。用公元纪年的话呢，就能够提醒民众，不要再迷信了啊！因为耶稣降生到现在都已经525年了啊！你看大家不是好好的，世界没有末日啊，大家还是舞照跳啊，还是很开心哦。所以呢，就希望鼓励大家呢，不要太过于悲观迷信啦。教会日历用的这个公元纪年，在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扩大之后呢，就慢慢的普及化了。只是啊，它对于耶稣降生的这一个年份的推算，后来根据历史学家的考究发现，也不正确，好乱啊！因为啊，圣经里面就有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呢，统治者希律王得知了之后，就下令啊，要把这个伯利恒境内2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因为呢，耶稣在预言里面将会是新的君王，所以他就灭逃。虽然呢，历史学家都认为呢，这个杀婴事件呢，并没有其他的史记可以佐证或者是核准，但是呢，他们可以证实的历史呢，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依旧在位。不过呢，历史呢也清楚的记载，希律王呢是在公元前4年就已经驾崩了。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不可能在希律王驾崩之后才降生的，这也就证明了耶稣并不是在2023年前出生的，而是更早以前。那至于准确的这个年份的专家们呢就只敢说了一个大概就是公元前7年到公元前4年之间，很不 sure。结论，
今天跟大家科普这么多呢，其实也只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开阔我们对于各个不同宗教文化的这个视野。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去理解呢，或者是刻意的去学习的话呢，永远就只会停留在我们对于彼此很表面的一个判断和了解。那虽然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呐，其实并不会太过于执着呢，圣诞节是不是真正的耶稣诞生日哦？然而呢，对于固定在这一天呢，庆贺基督降生、复习福音教诲的基督徒来说呢，他们的意义是胜过于史记考究的这个准确性的。这一天呢，在现代文明当中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庆典，庆贺团圆、庆贺爱的日子。不知道看完了今天这支影片之后，你有没有更了解了呢？回到刚刚提醒的大家哦，这个只是我们尝试想要简化，或者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圣诞节这件事。如果呢你有更有趣的补充啊，或者是更完整的解说啊，或者是更精准的资料的话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帮我们补充，让我们来完整彼此的这个角度，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说你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你可以选择 donate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只要少少的钱就可以支撑我们呢有更多的资源呢，制作更多呢有意义或者是知识型的影片来让大家看了。或者你如果说是基金会的就是负责人，或者是公司呢关于 CSR 或 marketing 方面的这个负责人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可以如何一起合作来达到双赢的模式。那如果说这两个你都不是，可以留言，你留言啊，还有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啦，免费的鼓励。我们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er 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影片，像这些影片，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去点来看。那当然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频道。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